长期就比较专心的去记录中国艺术家。92年开始拍，一直到10年，将近拍了20年。而且你走到前面那个，我叫徐志伟，1961年在北京出生的。当年圆明园画家村在社会上还是比较另类的，在北大清华这2所学校的周边，圆明园之间，福源门村为主，思想比较活跃的地方。形成的时候呢，是因为有一批没有参加分配工作来做职业画家。听老方说，他们89年就在那边已经租房子住。91年开始有一些报道在说这个地方叫画家村了，都是一排一排的平房，相对大一些，都是闲置的，便宜的可能几十块钱。这批年轻的艺术家有几个人，慢慢的到10几个人，最终300-400个可能都有，被社会广泛关注。我当时在报社工作，从92年5月份开始，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去。一开始啊，也没觉得他们能成什么大事儿，他们那种生活状态，我确实有记录的那种冲动。岳敏君老师，他那时候已经画那个咧开嘴大笑的人。实际上，生活当中大多数情况是相对比较安静的。去拍老方画画的时候，他是正好是要赶那批就是去威尼斯双年展的画，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批画，但是他没有拒绝我，特意给我开了门，让我在外边把锁上再进去的。就把锁挂上，跟外面感觉像是没人。当时这些人都是画当代艺术的，通过艺术和文化去对社会作为一种表达或者推动，他们是有这种愿望在里边的。小树林画展大约有几十个画家都参加了，那天来了不少人，包括崔健什么的。那天也没有卖成，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，有些画家就提议说我们要把这画烧掉。大多数都比较年轻，20岁左右，一颗大白菜，8几个叶子，煮点挂面，在这个地方过这种相对来说是比较艰苦的生活，为了自己的那种真实的那种表达。没有钱比较紧张的时候，串门蹭饭，谁有个病啊，大家也都是有多少捐多少。93年春节的时候，大约有30-40个人都没回去。那年大家在一块儿就喝酒啊，看那春节晚会啊，看完了然后就开始狂欢的跳舞。那时候的乌托邦的色彩更浓一些。基本上到95年的10月份，大多数人都离开了。他们在那时候就到全北京各个地方去找，就找到了宋庄作为他们的落脚点。这边农民的房子是要卖的，你凑几千块钱买个院子，稍微弄一下，他也有能在北京扎根的那种感觉。现在就变成定居的心态了吧，经济条件也不一样了，互相之间也会有边界了。这种拍摄的积累到一定程度，那时候开始也就注意到别的画家的工作室，有些重要的展览、重要的作品。比较有名的就是徐冰在现场做的2个猪，在那儿做交配。身上分别印着中文和英文，象征中国和西方文化，确实会让人脑洞大开。尤其在那个94年那个时候，在北京王府井后边有一个民国初年的一个老的建筑，美院的好多老师去做工作室。
跟刘晓东和于洪的时候，美院也正好要搬家什么，他们那个工作室要搬，他说你赶快来帮我拍一点，要不然以后这个工作室就没有了。连他们孩子都拍上过，可能还2、3岁那样。他们那个被号称是美院的金童玉女嘛，两个人他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儿，两个人都画这么好，又这么漂亮。认识宋忠和尹时珍，他们都是北京人，所以我们一聊就很投得来。做展览的时候，我都会去拍。从外形上看，从那个言谈举止上看，很朴实的。包括展望，主动的找我，他穿的都很得体的那种。猛一看他是搞雕塑的，其实他就像一个办公室的那种白领那种感觉。林天苗，他那时候从美国回来，有一次在他们家里边，东单那边有个胡同里边有个平房院子，他把他们家的院子整个布置成展厅，那些材料都是挺奇特的，看展览的人也很多。天天像什么方力钧啊、马六明啊、张环啊，还有王广义都去了。陈文纪老师曾经策划过一个叫丈夫提名展，他们这几个知名画家妻子画的画做了一个展览，所以拍的都是一对一对的夫妻。其实这个我现在想想是很难呈现的，因为现在大家不愿意把私生活带入自己工作的环境。这就是中心点啊，在这儿呢。对，这个位置。因为当时这条街也挺深的。60号是谁呀？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在这个路的中间，整个西边都没有了，就剩东边这一部分。有机会他们还会聚在一起叙叙旧啊什么的，有这么一段经历，大家都会很珍惜的。生命力最旺盛的那么几年都在一起生活。闹啊什么在一起，因为都在一种青涩的那种青春状态。中国艺术家从想法到行动，真正有了这种专职艺术家这个群体，是圆明园艺术村的真正的意义所在。过去在圆明园生活过的艺术家，也都分散到全国各地的艺术区去，播种散发出去。我拍的照片其实真的对艺术史来说它有什么贡献，实际上是只要看这些人在艺术史上的地位，只是碰巧我做了这件事，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，作为历史历史存照。